好，接下來關心到的是美伊戰事，美軍又再度的偷襲了，而且是在談判中的時候，突然間又開炸了飛彈陣地。那麼伊朗怒批遭到背刺，會來做全面的大反攻。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的來做關心。好，本來呢，美伊雙方還在談判，沒有想到美軍突然間對伊朗的南部目標發動了新一波的攻擊。來自於伊朗的中央司令部證實哦，這一次所謂的防禦打擊，美國說這是防禦打擊啦，包括了哪一些目標？包括了伊朗南部的飛彈陣地，還有革命衛隊，針對了革命衛隊的水雷艇等等。美方當然說了，這是自衛的行動而已。我們停火的協議依然是有效的，但是呢，我們看到其實已經遭到了伊朗方面對於美國的高度不信任了。尤其這件事情已經不是美國第一次的突襲了，大家還記得嗎？當時在2月28號美伊的第一次談判的時候，跟美國談判的人就是當時的已故最高領袖哈米尼，他就是在談判的時候遭到美國空襲而死亡的。那麼這一次，美國為什麼又再次做了一樣的事情呢？這次美伊談判的細節內容，我們也稍微看一下，包括了討論要荷姆茲海峽區解封、停火延長到60天，還有濃縮鈾的處置方法都還在談，甚至是伊朗的海外資金會不會做解凍等等。那麼針對了這個當中，我們看到濃縮鈾的問題，當然了，伊朗的總統早就已經說了，伊朗無意追求核武，那麼重新開放，他還說重新開放封鎖將近90天的國際網絡，看起來好像伊朗總統已經稍微釋出一點點的善意了。沒有想到美軍在此刻又在做空襲，等於打了伊朗的溫和派再度打了一巴掌。所以節目一開始要特別請教幹哥怎麼看了美軍這一次又再度的做了空襲，那麼革命衛隊也在這次空襲之後隨即啟動所謂的防空系統來做反制了。伊朗接下來的報復行動可能如何做？幹哥怎麼看？你對於一個地區的壓力哈，你跟他現在在交戰狀態的話哈，你還是要保持着對他施壓的態度，就像橡皮筋，你要拉到一個程度，但你不可以太用力，會把它拉斷。但你不可以完全鬆掉，他根本就不怕你了。所以现在对于伊朗的態度，美國中央司令部就 CENTCOM， 他們就是在保持這個什麼，就是我隨時都可以打擊你，你不要以為我們走了，我們還在哦，告訴你我還在。也就這次的行動是由 F-15啊，他帶着那個集束炸彈跟小直徑炸彈去對付伊朗處於低戒備狀態的防空飛彈設施。我剛才為什麼要說低戒備狀態？也就是說，後來新聞有講了一句，伊朗全面在打開在沿岸的防空飛彈陣地的雷達的這個警戒的程度又提升了。事實上，他們對美國的空襲，他們已經放低了戒備，大家知道嗎？結果現在又被打了，又挨打了。挨打的地方是哪裡？阿巴斯港。阿巴斯港是伊朗非常重要的商業港口，也是海軍基地。所以說，像這個非常重要的港口，既然會挨炸，代表什麼？代表美國做了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情，因為他們炸成了水雷艇，也就是布放水雷的小型快艇。這種快艇伊朗有多少？有300艘，所以被炸了2艘，所以在這種情況底下，坦白講，他们是可被犧牲的一種軍事資源，是，但是他們攜帶的水雷，的影響會很大，所以美國在這個時候出手的原因是說，我摧毀了你的水雷艇，我摧毀你的防空飛彈陣地，是告訴你我還沒有走，你要差不多要對於我們的談判條件啊，把它當成一回事來辦。當然濃縮鈾是絕對不可以置之不理的。因此，在伊朗的和平派，也就是比較希望能夠用談判解決的，就是總統裴澤斯基安。裴澤斯基安已經講了，我們一定就是說，我們會這個對於這個我們這個濃縮鈾的事情呢，我們一定會說尋求大家的諒解啊。他其實是已經放軟的態度，但美國還是採取了空襲行動，這都是雙方面互相的，就是說我退了，你進了，但是接下來是你要退，我要進。我覺得這個都是外交談判、外交辭令，所以這樣的空襲行動只是一種表態，沒有太大的實質上國防的意義。倒是說，如果
重新開放了荷姆茲海峽這件事情，這能夠做到的話，代表伊朗的誠意的時候，我認為川普接下來你就再也沒有什麼理由，你再打，這樣就是你的不對了。是好，但是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美國這次的空襲行動是在他們雙方談判時間去空襲的，所以被視為說，伊朗內部已經開始檢討說，你們過去對美國這麼的溫和是不是錯了？所以現在有一個問題是說，強硬派有沒有可能崛起，去接下來去長期來去解決跟美國之間的問題？但大使怎麼看？照伊朗的一貫政策的話，他應該要報復一下，因為他是等比報復嘛，對不對？你炸我的什麼这个哈，什麼這個水雷艇啊、飛彈陣地啊，那你應該打回去啊，那你也跟美國人講說停火照舊，哎，可是我還是會打你這樣子。過去伊朗就這樣子啊，所以現在就要看伊朗的行動，哎，所以伊朗不管溫和派、主戰派，我覺得現在就看他這個政府要不要採取行動。還是要不然你就退出談判桌嘛？現在不是兩邊都在桌子上談嗎？談得如火如荼，退出表示抗議，對，那還是被美國看準了，說伊朗反正已經不敢打了。我現在知道，老是叫他讓步不讓步，那我是老大，我就動手打他2拳，看他接不接受。其實道理就這麼簡單。哎，你不聽話，那我告訴你，我還是會修理你。這樣。那我覺得伊朗的話，如果說真正是底氣很硬哈，然後怎麼講，個性很硬的話，那他就應該要不然就是反擊，要不然就是說不談了，哎，停火也不停了，對，他看樣子他也不敢付這個代價，所以美國也是，說實話，美國這種打法的話，說實話也不像是什麼名門正派啦，尤其不像個超級大國，挑人家的什麼飛彈陣地打2個。然後呢，又打個水雷艇，對，你能造成什麼嘛？對，就是警告你，就是不耐煩嘛。對，那你就不要宣布停火啊！你這個國家沒有信用，以後誰敢跟你交往啊？你明明說停火還在，可是我可以打你，世界有這種道理嗎？對，所以我覺得現在看伊朗啦，不過我覺得當然是川普不耐啦。川普不耐，川普其實前天他已經說快要簽了。就最後簽了，結果是因為 Rubio 又出來緩頰一下，他說：“哎呀，這個還是有很多問題沒解決啊，尤其核武的問題還沒解決。”所以川普急了他就會幹這種事。不過我覺得一個國家啊，公然不守信用啊，長久他會付出代價。對。所以在這個美伊停火期間，美國已經答應說，現在做和談，但是又打別人。現在是說，是否影響到其他的國家對於美國的信任度呢？那已經不信任了，美國此時又在推出說，主打要做的這個叫做亞伯拉罕協議2.0，希望能擴大中東國家跟以色列的關係變得更好，能夠更正常，而且還暗示說，甚至伊朗未來也可能被納入在這個協議裡面。但是我們來看到現實是，其他國家也不甩美國。首先是巴基斯坦直接就拒絕了加入這個協議。第二個國家是沙烏地阿拉伯，他說呢，除非巴勒斯坦建國，否則一切都免談。許多國家現在看起來已經失去了對美國跟以色列的信任度了嗎？這時候川普還想推動跟這些中東國家跟以色列好好的相處，真的有可能嗎？聶老師怎麼看 ？OK， 我這樣看起來，這個穆斯林國家這些伊斯蘭教的這些教國哈，他們就算一個 group 是一個盟國的一種概念了哈。就剛剛講到巴勒斯坦要讓他們建國等等的，而且呢，當然這個為什麼談亞伯拉罕呢？因為亞伯拉罕當然我不是純粹的基督教徒，但多少了解，亞伯拉罕他是一個緣由，也就是他們有2種宗教是共同信仰的這個起源，那就是亞伯拉罕。所以呢，這個可以把這個所謂的有點不太一樣，又有點感覺一樣的這個共同起源的拉在一起，就成為一家親這樣的感覺。這川普呢，當時在1.0版呢，所以是亞伯拉罕1.0版，8月13號15號這個13號那天所提出來的。8月上提出來之後呢，當時是一個聲明，當時阿聯酋嘛。以色列啊，當然阿聯酋是這個可能伊斯蘭教，那以色列它是猶太教，就說這樣還是一樣嘛，我們就用亞伯拉罕是有一樣共同起源，我們來一起吧。那當然這個傳一點見證，好，我們就來聲明，隔個月啊9月15號就簽署，又加了巴林哈，就是海軍基地那個巴林。好，這4個國家結束，這是1.0版。
現在2.0版，川普認為這樣的做法不錯啊，其他這個伊斯蘭國家也可以一起來，我們就亞伯拉罕協議2.0版，大家覺得怎麼樣？可是你知道，現在他們這個裡面，你看基督教裡面也有分很多派系啊。他們不管你亞伯拉罕者不亞伯拉罕，他們裡面的確還是有非常多，甚至有這種戰爭的隱憂，甚至這個國仇家恨都還是存在的。因此你要談出來，的確有點困難。當然就講到，甚至還算大國的巴基斯坦這些人也就跟着反對了。好，那這個我覺得是不太可行。我現在想講回來另外一塊啊，剛提到一個美國真的是不可信。其實這個和談的東西啊，我把它分析這樣說。就是說，伊朗這個地方呢，說不好聽，它是不能讓，它讓的話必死。他們在鋼索上啊，讓的話一下來，我跟你講，美國就把你打死。那我先拉回去講，其實亞伯拉罕2.0版，也就是川普在那邊一直沾自己說，我們一家人一家人。但是你重點是，你是尊重別人、重視別人所談的，還是你是要指揮別人、要命令別人所談的這個收編對方？這個是有差異的，你知道嗎？你是收編對方，你要怎麼做？而你知道，伊朗對就是剛才我們大家講，伊朗對美國是沒有辦法信任吶。他不斷的提同樣的話，而且到處把這樣的聲音告訴歐洲的盟友啊，說得非常清楚。實際上，歐洲盟友是屬於美國盟友，但是他必須告訴歐洲人，美國一直不守信，出爾反爾。而川普講太多次，我們答應的東西從來不符實。我們今天簽了以後，他還可以反對，還可以反悔啊。這個人就國際法都不遵守的，你覺得我們跟他簽，我們敢相信他嗎？當然，主戰派一定是這樣想。溫和派的人，我就會想到我們以前中國歷史的一個近在史一個人叫汪精衛嘛，他覺得日本人可信啊，跟日本人好一點，大概就中國人就不會死了，大概就可以被救活了。這也不對呀，因為日本人就是要你滅國一樣，就是要把你這個中國人拿掉。請問一下，你要跟他談嗎？這就是他們談不攏的原因，他們完全不一樣。今天講不好聽，美國要的東西4個東西，他現在必須讓，因為美國打不起。從美國角度，他是不能不讓。講不好，他不讓必慘。美國是贏的，表面是面子是絕對是贏的，但是他不是，他是底子裡會是輸，因為他的消耗戰很可怕。他打到你知道，愛國者飛弹都被打掉一半，庫存2000多變1000多，還有他未來的後勤力是不夠。更重要，他要應對他未來在整個国際新治理的大格局上，還有另外一隻龍的威力是有多大？他現在这個能量被打掉以後，他如何去應對他的未來？他耗不起。我跟你講，他不能不讓，他必須讓。因此，原來川普要的要10分，要全完勝的。我跟你講，他已經其實委屈用到8分7分了。是，你知道伊朗哈，他原來只說我只能給你1、2，可伊朗講話也退了一點3、4，他們還沒有完全拉近。所以最近一直在談說他們簽了，要簽了。川普說已經沒問題了，在2天就簽了，而且好像已經簽到95%了。我跟你講，簽剩1%，最後還是會出問題。而且伊朗一直認為，好，都答應你，答應我咯，要永遠保護我的國家，要大家國際間保證你不再打我哦，你要真的解凍我的資產哦，哪一天一簽下去，不行，資產還是有問題，又封鎖，伊朗怎麼辦？所以這個問題是伊朗根本沒有辦法簽的主要原因。好，謝謝聶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